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主要会分享的科技话题呢，是关于 Claude 的发布者大会上面呢，他的 CEO 说的一句话，让我非常的重新开始反思，就是他们发现到了他们今年的这个成长率呢，来到了80倍，也就是说，一般上我们可以想象一间公司，像我的公司的话，可能以前在很厉害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增长，一两倍，就是隔一年的那个成绩大概可以是前一年的2倍，一个传统的一个速度，或者是我们讲的是叫做线性组织，就是假设我是以一个线性组织的角度来看的话，对我来说，今天能够增加30%、50%就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如果今天要成长到10倍、20倍，甚至遇到现在这个情况80倍，那我的组织应该怎么去面对？我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所以这星期主要是因为这句话震撼到了我，让我不断的去反思，到底我的思维上，到底我的工作模式上面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所以今天主要分享给大家这个部分。但在开始我们正式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这个星期的一个感受。那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星期就是有欢送了一些我们的同事离开，就是他们可能已经在公司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选择了离职，或者他们选择了去到别的公司都好。但是呢，就是在这过程中呢，我就发现到，身为一个管理者，或者是身为一个公司的创办人，对于这种事情呢，一定是必须一直面对的。就是对我来说，可能这个年代换工作是一个很轻松、很方便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权利，应该选择自己更想要的一个方向。所以每一个进来的团队成员呢，或者是员工呢，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 career path。但是呢，他们并不一定会满意这个方向，或者是可能中间遇到一些挑战啊，或者是可能中间他可能自己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公司，那他都会是有想要离开的这个念头。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身为一个公司的一个管理者，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非常大方的让他离开，然后并且祝福他的未来真的是更好。然后我就发现在这过程中呢，有时候我会非常的挣扎，就是我会觉得很难过。当然这个事情一定是难过的，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一直放不下，直到我突然间想通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发现到我放不下的那个主要的那个根源呢，是因为我太在乎我，就是我太在乎自我，或者是我这个字。就是当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当我开始把我这个东西放下的时候，我把它变成你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所有事情都变了。就是我发现到，诶，我可以跟他很好的说话，我可以很好的一起跟他聊他未来的方向，我可以很好的祝福他的接下来会越来越好。就是我发现到我是可以真心的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但前提是我必须放下我对这个自我的一个执着。因为当我就在乎我的时候呢，我看到的东西是，诶，他要离开我了，然后我的公司不够好了，或者是我的公司没有其他竞争对手好了。当你一直保持这个我的一个状态里面的时候，你的整个思绪就会非常的内卷，然后你会非常的内耗，你会不断的去思考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中当然是要继续努力，但是呢，努力的过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你不能够保持这个我的这个状态。当我把这个我完全的放下之后呢，我看到的是你的世界的时候，是吗？我发现到做起事来真的是愉快很多。或者是整个心情是轻松很多的。比如说，我会开始为其他人着想，我会开始想象我的团队需要什么样一个东西，我会开始想象我的客户需要什么样一个东西。当你完全从你的角度出发的时候呢，我会觉得世界是一片美好的，然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但是如果我今天回到一个我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世界是黑暗的，世界是充满挑战的，似乎每往前走一步呢，都有无数的挑战在等着我。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星期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科技话题。今天的科技话题呢，主要聊的是 Claude 的开发者大会，他们最近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开发者大会。当然里面就有很多的人，会有很多的 slide show 分享他们在做的一些最新的进度、最新的 update。然后同时间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座谈会，就是他们的 founder 呢 Dario Amodei 就坐下来跟大家分享 Claude 现在的整个情况。当然就是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肯定的这段期间 Entropy 是最成功，或者是大家眼中最闪亮的那个明星公司吧。所以他们就是成长非常的快速。然后Dario Amodei 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他在创造这个 Entropy 的时候，就是他一直以来都是训练 AI 模型的嘛，所以他其实就已经知道 AI 是会从指数级的这个方式去成长了。指数级的这个观念会是我们今天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它的这个东西是成倍数的。比如说今天是1倍的速度在成长了，也就是讲今天可能是
100的这个参数，明天就会去到200，后天就会去到400，再隔一天就会去到800，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在进行的。所以呢，从他的角度来看呢，他们一开始想象中的这个公司呢，大概就是会以每年10倍的这个速度在增长的。就是假设他们今天训练可能 Claude 1需要的是10亿美元，那接下来他们训练 Claude 2的时候，可能就需要100亿美元，那接下来训练 Claude 3的时候，可能就需要1000亿美元。这个是他一开始想象的整个路途的规划，跟他整个公司的 revenue 的成长，跟他整个公司需要面对的这个挑战。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你的收入开始变多的时候，你一定需要更大的团队，更多的一些人手去服务这些客户，或者是需要更多的一些工具吗？或者是可能你办公室也需要增大，或者是你可能需要装修一个更大的一个园区，或者是你可能需要买下一个更大的一个园区去装下这么多的一些人。所以他一开始整个公司的设计呢，都是以每年10倍增长的这个速度呢，在规划这整个公司的发展方向的。但是呢，他就在这次的开发者大会上面，还跟大家宣布，就是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呢，他们的整体的面对的需求呢，来到了80倍的增长。也就是说呢，现在有80倍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些人或者是需求呢，一下子塞到了 Entropy 的这个公司，他们不断的想把钱塞给 Entropy 这间公司，希望可以获得 Entropy 这些公司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 revenue 成长了80倍，那你的整个营运起来的那个，我觉得已经不是当然你从投资的角度，你会觉得这个投资是超级划算，但是如果你从营运者的角度的话，我会看到一个东西是，它其实是非常超级挑战的，就是它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一下子比昨天多了80倍的一个东西，那还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整个世界，或者是他怎样去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需求，他怎么做才能够满足这些需求？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打开 Claude， 你注册不到，或者是你今天用 Claude 的时候，突然间你用不到了，这些使用者体验都会从正面变成负面。所以如果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应对这80倍的这些客户的需求的话，那就会转向这些人都会变成讨厌他的公司，然后转头去他的竞争对手那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从管理者的角度，他也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很痛苦，所以他们就很积极做了很多很疯狂的事情，包括他们不断的跟很多的一些大公司，比如说谷歌，他们签订了很多新的 data center 的一些订单。所以有了这些很大量的一些data center 的一些需求的订单呢，就可能够让他们以后可以把很多的算力给准备好，能够应付这样子非常庞大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是他在发布者大会上面跟大家宣布的。但是这句话就让我醍醐灌顶，我就开始重新的怀疑我自己在做事的方法，跟我看待团队或者是看待我整个公司的一个角度，就是对我们来讲啊，我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线性的公司。我相信其实绝大部分的组织都是一个线性的组织，就是我们期待的是每一年会有30% 的成长，会有50% 的增长。那如果今年真的很厉害的话，我们可以有100%的成长，或者150%的成长，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变态的一个成长速度了。你的团队要跟上，你当然请人需要培养人，然后你的公司的规模、你公司的装潢、公司的办公室大小，全部都需要根据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去做调整。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营运速度已经是非常难的了，尤其是可能是因为我的公司是属于服务型的公司，就是对我们来讲，假设我今天已经算到了我的团队是在20个人，那我们可以接到的客户大概是在60个客户的话，那今天如果我想要接到120个客户的话，我就变成我必须从团队从20个人去到40个人。就是在我一直以来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如果想要做好服务这一块的话，就是你的人数跟你最后能够做到的这个客户大概的那个比例就是这样子。当然你说可能会有一些效率上的一些增加，那我可能可以有一些地方是不需要那么多人的，但是整体上呢，它都一定是我需要更多的人，我需要更多的办公室位置，我需要更多的一些资源上面的整合，我才有可能做到可以服务比今天更多1倍的这个客户。但是呢，从 Claude 这个角度呢，他们的成长是每年10倍的，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就是如果今天这个10倍的需求来到了我的公司，我会怎么面对？我会发现到我的公司完全没有应对的能力，我们绝对是完全承受不住的，我们的人全部都没有跟上，我们是完全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增长速度的。所以最后我就会觉得整间公司应该会垮掉。所以这个就是我开始重新去反思我自己的，就是到底目前为止我在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符合了就是我们讲的指数型的这个组织，或者是指数型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规律的一个操作模式？那如果不是的话，现在最顶尖的这个 AI 公司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一个指数型的公司的成长幅度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些未来的挑战，或者是我自己觉得它可能是未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空间。如果我能够想透
这个东西的话，我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机会。所以这个星期我就开始不断的研究，到底指数型的组织跟线性的组织，他们的思维、他们的工作模式、他们的领导团队的那个思维具体的差别是什么。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一个星期下来我的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发现呐。那我自己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呢，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不能够再依靠所谓的人或者是所谓的办公室来决定我们能够服务多少的客户。如果我们还是以人的这个作为单位，就是我需要更多人，我需要更多的机器，或者是假设我们讲一个工厂的话，就是假设我可以接到这个1000万的订单，那就是需要我一间工厂这个大小的器材我才能够做到。那今天我想要接到2000万、3000万的订单，那我就需要把我的厂扩充，我需要有2个厂，需要有3个厂，我才能够接到这样子的一个订单量。对我来讲，这样子的就是一个非常劳动式，或者是我感觉是在 AI 之前的一个时代的一些思考模式。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重点在于我的局限就在于，我不能够依靠人的方式去做到这个东西，我必须依靠互联网的最大的特征，也就是它的复制的那个边际成本基本上是零的。这个我觉得是在电脑时代出现之后最大的一个特色。我发现到这篇文章非常好，我想要 copy 给100个人，我想要 copy 给1000万个人，实际上我的成本基本上是等于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只有透过这样的模式，我才能够把我的服务或者是我做的好的地方，让更多的客户一次过都能够体验到。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套系统，它是一套专利，它是一套让客户觉得非常有价值的地方。但是呢，我在做 scaling 或者是我在做扩张的时候呢，我并不需要依靠太大的人力，或者是太大的一些资本，或者是太大的一些资源。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要么我生产机器要多，要么我的办公室，一下子需要2倍的办公室的，我现在要找到一个办公室，需要马上的把它装修好，然后我的团队的成员需要快速的聘请多1倍的成员，那我该怎么样去培养他们？之前的团队可能用了5年，用了3年才建立起来，现在一个新的团队全部是新人，我要如何去让所有的新人都跟上这整套东西？我觉得如果依靠人力的话，基本上是完全做不到的。所以这个就是我重新思考了之后呢，我发现在 AI 时代反而具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也就是我们在讲的算力，因为算力它就是一个天生的一个人工智慧嘛。所以呢，今天如果我发现到我的这个做法是能够，比如说让 AI 做完了可能99%的工作，甚至是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不能够让 AI 做完100%的工作？假设我开发出了这样子的一套制度，或者这样子的一套服务，是对大家觉得很有效果，大家也发现到他们会愿意把钱投在这个公司身上，希望这个公司提供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如果是能够 copy paste， 就是我复制给第2个客户，我传给第3个客户，我实际上用到的成本都很低，那这样子它就符合了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东西，就是我现在可以很快速扩张，我可以因为今天有很大的一个客户需求的时候呢，我的团队就能够马上提供这么大的一些服务的能力。但如果今天需求不够大的时候呢，我也不会被这些东西绑住。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它可以解决人不能做到的东西，它也能够解决机器做不到的东西。这个就是 AI 的这个智能，或者是我们讲人工智慧，我们讲算力，我们讲这样子一些无限扩张的，就像云端或者是就像互联网，只有这些方向的资源才是能够快速的扩张缩减的。这个是我自己体会到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第二个是我觉得是要借助外部的势力，比如说不是什么东西我都需要去请 in-house， 就是你到了这个年代呢，很多时候我们是应该把更多东西外包给别人，或者把更多的风险外包给别人。当然最好的例子就像比如说苹果公司，他们的整个 iPhone 的生产链，所有公司产品的生产链呢，全部都不是自己生产的，他们只负责最核心的技术，也就是设计、分销、品牌，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把这些东西抓在手里面，把这些东西维持在核心团队、维持在核心的公司里面，剩下的东西都是可以外包出去的。只是在外包出去的时候，如何确保你的团队不会把你的这些机密给泄露出去，或者是他即使泄露出去，他也做不到一样的东西，这些都是值得我后面去想的。但是我觉得只有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你才能够快速的把自己生产线的一些局限性，很快速的让其他人来承担。这也是我觉得可能苹果公司非常成功的一个关键，就是他发现到今天的需求比昨天大了10倍之后呢，他是有办法很快速的找到其他的供应链去跟上的。所以这一个就是如果是他完全自己建厂的话，是绝对做不到这个东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再来呢，我觉得是整个核心团队的一个思维，就是如果整个核心团队的思维还是在线性组织的一个思维呢，我们就会被很多东西给局限，我们就会不清楚到底具体的方向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星期对我最大的一个思维上面的转变就在于这个地方，我发现到我的团队也需要跟上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一个角度，只有我们同时间都有了这样子的思维，我们做起事来，我们决定的方向呢才会
是能够这样子非常 flexible 的去做非常快速的扩张或者非常快速的调整，否则的话我们永远都会局限在我今天只能做到这样的事情，你给我多一点点的工作量，我就做不到了。当整个公司想要往某个方向去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也都是从思维上，我必须从自己开始做起的地方，就是如何去培养这样子的一个指数型成长的一个思维。我觉得这个东西在黄仁勋的公司也是不断的在强调，就是黄仁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管理重点，就是他是没有这么多部署的成绩的，哪怕他的公司是非常大的一间的公司，但是呢，他实际上对接的下属呢，可以是到达40-50个人这么多，就是一般上我们讲大概是7个人，就是你的极限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就像军队一样，你会开始有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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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能一些比较大的组织，他们可能会去到7到8层才是你跟你的 founder 之间的距离。但是呢，在黄仁勋的公司可能是尽量追求更加多的扁平化，或者是更加公开的一些沟通，就是不管做什么沟通，尽量是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或者是可能在群组里面更多透明的信息，因为每多一层呢，你的信息就会被过滤，你的信息就会被传达错误，整个公司营运的效率就会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如何在这个新时代下面呢，利用 AI 的方式，能够让大家都同步同样的一些关键信息，我觉得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没有这个指数型的这个思维，那即使你知道 AI 的这个工具能够让你的团队是处于同步的状态，你也不知道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思维是走在使用 AI 工具之前的。那我们接下来回到就是 Dario Amodei 发布者大会的部分，就是他其实也有在现场直接跟大家宣布，就是他们现在已经获得了 XAI， 也就是 Elon Musk 这间公司的算力的资源。那基本上 Elon Musk 做的事情呢，就是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Elon Musk 会把他的整个data center， 它叫做 Colossus One， 就是其中一间数据中心的所有的算力呢，都承租给Anthropic， 所以 Anthropic 基本上是能够快速的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解他们这些需求上面的一些压力了，所以他们就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协议呢，现在他们开始有可能稍微足够的算力能够应付这样子庞大的一个需求，这也是符合我们刚刚在提到的东西，就是如果你今天自己去建这些数据中心，你签订了合约，但是它这个东西可能都需要2年、5年、3年才能够看到结果，但是如果你能够有办法去承租到别人的这个算力，你可以马上的获得这个东西。当然，其实这个算力已经是全世界非常稀缺的一个东西，数据中心也是全世界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了。所以实际上最大的拥有者，当然就只有 Elon Musk， 还有这样大的一个拥有的一个地方了。那为什么 Elon Musk 会拥有那么多呢？我觉得是因为他很有远见，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数据中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感觉他预先投入的特别多。所以呢，他们现在已经是有第2个数据中心了，就是更新的一个数据中心，里面使用的是更新的一些 GPU， 更新的一些设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团队就发现到第2个数据中心是比较好用的，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各种他们自己 XAI 的一些训练或者是 XAI 的需求全部都移到了第2个数据中心，所以就导致第1个数据中心有一些闲置的部分。所以呢，既然有闲置的部分呢，那就让 Anthropic 有了这个机会可以去跟他做协商。所以最后呢 Elon Musk 也非常聪明，他发现到其实他在市场上面的需求没有那么大，因为可能他的知名度或者是他的产品能力，因为 XAI 就是一间比较新的公司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既然我没有这么大的需求，要用到这么大的算力，那我还不如把这个算力承租给别人，我还可以有一个收入的回收，能够让我的这个投资是可能过后还有更多的一些可以开花结果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 Elon Musk 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那同时间呢，以我们现在目前只看到 Elon Musk 这些比较非常个人化的一些态度呢，我觉得更加有的一种心态就是他就是想让 OpenAI 过得不好。因为目前为止，唯一可以挑战 OpenAI， 唯一可以不断的威胁到 OpenAI， 不断的抢占 OpenAI 市场的就是 Claude 还有 Anthropic。所以这个时候呢，当这个竞争开始非常明显的时候，或者是 Anthropic 已经在不断的去抢占 OpenAI 的地盘的时候呢，Anthropic 遇到这样子一个挑战，然后现在也让 OpenAI 的优势重新发挥出来。OpenAI 因为之前预先投入了很多很多的算力，所以它在算力的资源上面是没有那么的紧凑了，它是有能力给大家更加多的一些算力的，所以导致它的体验其实是更加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 Elon Musk 可能也看到这个方向，然后他自己私人又非常讨厌 OpenAI 跟 Stallman， 所以最后呢，他就决定跟 Anthropic 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协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 Anthropic 的这个算力暂时的得到缓解，当然过后一定还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但至少它没有像之前遇到那么局限的一个限制，加上也有可能真的是有一些流量的都已经开始往 OpenAI 流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它的需求还会再下降一些，所以就能够让它度过这次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我当然也是希望 Claude 接下来它的整体的体验会越来越好，然后我们这些使用者不会用起来那么的烦躁。那实际上也真的是因为 Claude 呢，它让我重新打开了
我对于营运公司的整个状态，甚至是工作的整个状态，我现在非常依赖它做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也就回到我们前面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我就开始思考，其实我是有能力，或者是我就是应该往这样子一个方向，是把很多的技术仰赖在 AI 身上，让 AI 帮我们去完成更多各样的工作。我们应该掌控的是执行这些工作背后的一些可能设计的一些架构，或者是我们独特的一个系统，或者是我们一些暂时不能够被复制的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动作。所以你只要掌握了这些技术的核心，那其他的部分都应该由 AI 来代劳，由 AI 来取代人力，由 AI 来直接完成这些部分。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总结和心得。所以对我来讲呢，在 AI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可能已经从人力转向了算力，就是可能接下来每个企业最关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源呢，一定都是从算力的。因为今天我只需要一个人，我配上足够的算力，我可能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别人很多人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今天假设我已经很清楚我的公司需要什么，我也很清楚我的公司强项在什么的时候呢，算力反而是更加稀缺的一个资源。只要有了足够的算力，我即使有少的人，我也能够做到更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依靠人力太多呢，就会面对着我不能够及时的培养他们变成适合的人才，我不能够快速的让他们能够布局到位，然后当我遇到非常挑战的时候，我也不能够快速的缩减我的成本。所以我觉得在 AI 时代，整个企业的运营方向已经完全改变了。可能很多人还在想着就是这公司到底会不会裁员，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所有大公司都已经告诉你了，他们绝对会做裁员。当然裁员的一个重点就在于他们想要把自己手头上面的一些开销，从本来付给人类的一些薪水，全部转向付给算力，因为他们发现到只有算力才是一个更加核心重要的一个资源，他们应该把钱，应该把重要的一些资源都投入在这里，而不是投入在培养更多的人才上面了。所以呢，他们开始能够以一个更小的团队、更精简的模式去经营的更好，做到的成果，做到的业绩都是之前的可能好几倍的一个业绩。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接下来每一个企业都会发展前往的一个方向。那最后我自己的一点想法就是，既然整个企业都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我觉得身为人类呢，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意识到呢，你现在站在的这个地方呢，已经开始有水淹上来了，这个地方已经不再是一个宜居的地方了。也就是说呢，你可能依赖的这个劳动力的这个工作，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能够让你安身之处的一个地方了，你必须前往下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必须能够重新去思考你的价值是什么地方。对我来说，它就是你要么往上跑一层，你要么往下跑一层，但是停留在原地呢，你就会发现到你会面临绝大的痛苦了。那往上跑一层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必须把你的这些劳动力呢交给 AI 来做，然后你自己跑去做比这些生产力更加重要的，比如说你负责结果，比如说你负责开发系统，掌握了这些重点的核心优势呢，你就能够把劳动力完全的交给 AI。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企业、你的团队或者是你个人的能力呢，就会不断的上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往上走的其中一个关键。那另外一个关于往下走的方法呢，我觉得往下走我的概念是这样子，就是你会发现到这个领域或者是这个角色已经不再是适合你了，所以你需要换一个角色。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 AI 帮你变成另外一个人。比如说你让 AI 加快你的学习，让你从这一个领域跳到下一个领域，或者是让你从这个领域去到别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似去开始动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域，你去做了一个新的事情，但其实呢，你的价值却是在提升更多，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具有之前的一些行业经验，加上一个新的领域的一些经验，所以看似你是往下走了，但其实因为你移动了这个脚步，所以你可能之后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机会。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对于整个 AI 时代的一些看法，还有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很明确的方向，以及我觉得所有的人跟所有的企业都应该往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前进。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